今天我们来聊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得要从一个交通事故说起。7月下旬一个星期六，天还没亮的时候，凌晨3点半，在悉尼最贵的那样一种富人区，一辆非常骚气的蓝色劳斯莱斯库里兰，咣的一下，迎头撞上了一辆奔驰的商务车。开车的是谁呢？一个才23岁的华裔女孩，叫杨楠楠。一个南半球的普通交通事故，最后竟然在整个中文的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天大的风暴。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啊！你看到故事的一边是拥有数不清财富的一个疑似红世代，你在互联网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个人的痕迹。但是故事的另外一边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正在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越来越大的社保的问题而焦虑。两件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为什么会在同一个时间引爆了大家这么强烈的情绪呢？杨楠楠传闻当中的7000万的澳元保释金跟2700亿的存款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车祸本身其实并不复杂，奔驰车的司机受了伤，两辆车都撞得不轻，但关键是那个受伤的司机是澳大利亚一个比较有名的电台主持人的专职的司机，所以就因为这么一个非常小的细节，一个非常普通的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留意的交通事故，最终演变成了公共事件，然后每日邮报这样一种非常爱搞事情的小报一下子就扑上来，把很多事情都挖掘出来了。很快我们看到杨楠楠的形象被勾勒出来，23岁开着定制版的劳斯莱斯，车库里面还停着另外一辆劳斯莱斯，而事后呢，穿着一身一看就很贵的香奈儿的套装，但是如果你想在网上挖一挖他的背景，你会发现是一片空白。在这样一个谁还会没有一点数字足迹的时代，杨楠楠完全像一个幽灵一样，没有社交媒体，查不到教育背景，家庭的状况更完全是一个谜。一方面是极度的奢华，而另外一边呢是极度的神秘，反差感一下子就拉满了。这个也给我们后面见到的那些非常疯狂的谣言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很快两个数字就像病毒一样瞬间传遍了全网，7000万的澳元保释金跟2700亿的澳币存款。哇，这两个数字一出来，一个有钱到可以无视一切规则的生活在海外的红世代公主的形象立马就立住了。但是他们是真的吗？那是不是红三代或者红世代这个事儿，我们暂且先不提，或许我们可以在下一集来详细分析这个事儿。但这两个数字我跟你讲，假得非常离谱，假到了已经挑战基本常识的地步了。我们先说一说那个7000万澳币保释金的事儿，这个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像好莱坞大片里面那样一种超级富豪用钱甩在法官脸上，或者是砸开监狱大门的那些桥段？但现实里面澳大利亚的法律不是这么玩的。说白了，保释金这个东西是一个风险评估，法官他真正关心的是你这个人放出去以后对社会有没有其他的风险，你会不会再犯事儿，你会不会跑去骚扰证人，最关键的一点是你会不会跑路。那所以呢，保释金它只是法官手里的常见的一些工具之一，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工具，比如说宵禁啊，定期去警察局报道啊，上交护照啊，那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常规的操作，其目的呢就是防止你跑掉，对不对？那所以只有法官觉得你可能不老实，他就会想让你交一点钱当押金，让你乖乖来听话。我们看到杨楠楠这个酒驾的案子，它其实没有闹出什么人命，就算是上交保释金，一般来说这澳大利亚撑死了是个几万澳币的水平，在历史上没有看到出现7000万元澳币这样一种天文数字的保释金。那我想很快就会有人说了，你这个穷逼，你心疼几万澳币的保释金，当然舍不得跑路了。人家法官对于杨楠楠这样一种天龙人，几万几百万的保释金根本就不是个钱，有个屁用啊！不整个7000万，人家抬脚就坐飞机回国了，对不对？那会这么想的兄弟，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术哈。
如果杨楠楠他真的是像传闻当中是2700亿的存款，那法官让他交一个7000万的保释金，相当于你有1万块存款，法官让你交10块钱作为保释金，10块钱相当于交了一个停车费，这种东西做保释金有意义吗？你会舍不得这10块钱然后就不逃跑吗？那所以如果2700亿的存款是真实的数值，那法官至少应该要杨楠楠出一个100到500个亿的这个澳币作为保释金，才比较合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在网上疯传呢？其实恰恰是因为它戳中了我们心里面的一种担忧，就是在巨额的天量的财富面前，法律真的是不是可以随便被踩在脚下？好了，如果说保释金的谣言或许是因为我们对于澳洲的法律不熟悉，可能会有误解，那2700亿澳币存款这个说法就纯粹是完全没有金融常识。那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有2700亿澳元的现金存款，那他几乎占了澳洲全国所有银行活期存款的半壁江山，没有任何一家澳洲的银行敢于或者允许被接受如此巨大的一笔个人存款，因为对于银行来说，一笔存款就是一笔负债，它需要为这个存款支付利息。那如果这个存款的占比到了银行总负债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天大的一个比例，那么这位储户一旦他决定提款，这家银行会瞬间破产。而且一笔几千亿的个人存款，想要安安静静的存进任何一家正规的银行，而不触发洗黑钱或者是反恐资金调查，可能性是零。所以一定会被查清楚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再说了，真的有这么多钱，人家有钱人谁会把2700亿这么傻傻的当成现金存款放在银行呢？理财的方式多了去了，那些尤其是有钱人，他们会有自己的家族办公室，有 N 多种方法去把这些2700亿重新投资，然后让钱生钱，对不对？所以2700亿的现金存款的说法完全不合逻辑。所以我们看到7000万的保释金跟2700亿的存款，这两个数值没有在澳洲媒体的正式新闻报道当中出现过。说穿了，要么是某一些脑残的自媒体在那边瞎造谣、瞎起哄，要么就是有人在故意带节奏，露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破绽，将来也好辟谣。那所以问题来了，既然这两个数字都是笑话，我们干嘛还要聊它呢？因为这两个数字的出现跟传播本身就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这些数值本身已经不只是数学上的符号了，它是一种社会符号，它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塑造一个跟我们普通人生活完全隔绝的像神话一样的财富故事。通过制造这样一种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天龙人的生活，这样一种没法跨越的财富差距的鸿沟，来为后面引爆所有人的情绪打下最关键的心理基础。我们姑且抛开这些很夸张的数字不谈，其实杨楠楠他真实的选择也蛮有意思的。他的消费帮我们看懂了一部分中国的新富阶层他们非常独特的文化密码。首先是那一辆车，它不是一辆非常普通的劳斯莱斯，它是高级定制款的。我们尝试着想象一下，劳斯莱斯的定制款加上蒂芙尼蓝这两个词一叠加的话，传递的信息就比较清楚了。我不仅有钱，而且我还有品味，而且是那样一种全世界都公认的有历史的顶级的品味。那其次呢，是杨楠楠住的地方，是悉尼的沃克吕兹区的顶层公寓。那沃克吕兹是什么地方呢？是悉尼来自于全澳大利亚最顶级的富人区，住在那儿非富即贵。说白了，其实是一个由财富、权力跟文化圈子交织起来的这个全球的精英社区。那所以在那个社区拥有一套能够看到悉尼歌剧院跟海港大桥的顶层豪宅，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是在全球精英的这个地图上有自己的一个坐标。更何况我们看到他出现在记者面前，身穿香奈儿套装，还有车上的潮玩拉布布，其实都是一个道理。那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所有这些看得见的奢华和他在
公共记录里面完美的隐身，其实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在一个数据无孔不入的时代，国内的舆论都已经炸锅了，居然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这个杨楠楠到底是谁，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那其实这个事儿虽然很神秘，但也不是完全没办法解释。我猜大概率是用了2种非常成熟而且完全合法的金融和法律的工具，主要是离岸信托跟代持的架构，来帮杨楠楠能够做到隐身的效果。第一步，你要在类似于开曼群岛这种地方搞一个离岸资产保护信托，然后呢，你把你的钱、你公司的股份全部放到这个信托里面。第二步呢，你用这个海外的信托去开一家公司。这个地方关键的步骤就在于说，你要找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当名义股东，然后替你拿着这家公司的股份。这样一来的话，在所有的公开文件上，你看到的全都是这个代持人的名字，而你呢，作为这个真正的大老板，就非常舒服的藏在了迷宫的中心，真正实现了完美的隐身跟避险的效果。好了，基本上我们了解了杨楠他到底怎么样能够实现天量的财富跟神秘隐身这2种效果。那这些年我们看到国内很多钱都流向了海外，他们怎么样出去呢？其实最隐蔽的一种渠道就是伪装成贸易。美联储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里面有一项叫做无法解释的旅游进口，这个规模还特别的大。而且特别奇怪的是，每当国内的经济不太好的时候，人民币有贬值压力的时候，这笔钱就会暴增。这说明什么？这很有可能根本就不是游客花的钱，而是很多人打着旅游的幌子，把钱转出来去买国外的金融资产。就这么着，所以大笔的私人的资本就藏在每一天无数的交易里面，悄悄的跑出了国。那如果说贸易渠道是看不见的逃离，那么裸官的现象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政治的逃离了。裸官的这个事儿也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在国外安顿家人这个开销很大，所以逼着官员在国内更加疯狂的敛财，而家人在国外安全了，又可以让他们在国内捞钱的时候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所以你看到中国的资本外逃，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统。腐败的官员通过裸官的模式买政治的保险，有钱人通过离岸信托搞财富隔离，背后共通的一点其实就是对于国内信任的缺失。他们不再相信这里的政治稳定、法治环境跟经济的前景，那资本的外逃就是这样一种信任危机最直接的表现。那么问题来了，当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财富像水一样从一个巨大的池子里面被抽走的时候，留在池子里的人怎么办呢？那答案可能就写在我们每一个月都在变少的工资条里面。好了，就在杨楠楠在全球各地买房安家的时候，他们抛弃的这片土地正在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迫在眉睫的社会保障的危机。这个定时炸弹的滴答声，其实在财务报表上已经响了有一段时间了。2019年，社科院发过一个报告，当时就拉响了警报，养老保险的基金到2035年就会花光。你注意这是疫情没有开始之前的预测，那现在的情况只会更加糟糕。那之所以这个体系还没有崩溃，答案就在于国家财政在疯狂的输血。2020年的时候，财政给社保的补贴高达 2.1 万个亿，占了当年政府预算的 11.5%， 这个比例超过了国防开支。而且现在经济的增速也慢下来了，这样一种靠财政输血续命的模式，很显然撑不了多久。而这样一场危机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说白了就是国家当年搞改革砸了铁饭碗，那这个过程当中创造了巨大的私人财富，也就是杨楠楠这些人的钱的来源。但是给上一代人养老的这个历史的旧账，国家留给了自己，而且这个窟窿一直没有真正补上。那经济好的时候赚的钱大部分被杨楠楠这些人拿走了，而其中很多人还在继续把钱往国外搬，而巨大的社会的债务留在国家的账本上，让今天留在国内的这些打工人来还。所以这场危机它不光是钱的问题，
造就了更严重的代际的信任危机。那很多年轻人现在不愿意交社保，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现在交这么多社保是在养一个庞大的退休群体，可是等到我们自己退休的时候，退休的年龄不断的往后推，能拿到多少钱谁都说不准。这就是为什么社保新规现在要出台的一个大背景。所以社保新规的核心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把过去还能够有一点弹性的这个社保的缴纳变成了是一项铁板钉钉、绝对强制的法律义务。有分析师就估计说，如果所有的企业都必须100%合规缴费的话，用工的成本平均要增加30%。那从普通打工人的角度来看，社保新规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到手的工资会变少，工资条上可能会突然多出一大笔的社保扣除，这个就会是感觉当中那消失的20%的工资。那所以这些社保新规的改革加在一块儿，会给大家带来一种双重挤压的感觉。一方面眼前的收入在减少，而另外一方面未来能够拿回回报的门槛在变高，退休的这个年龄在往后推，这样一种感觉就好像是被逼着在一条跑道上赛跑。这条跑道不仅越来越长，而且这个坡还变得越来越陡，所以感觉就像是每一个人身上都背了一个越来越重的沙袋在负重前行。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国家出台社保新规这个政策是不得已，初衷是好的，是为了想要真正解决问题，但是结果呢，有可能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这样一种挤压造成的客观效果是让那些把钱转到国外的吸引力变得更大了。因为对于杨澜澜这个阶层的人来说，社保新规的这个改革就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信号了。国家现在很缺钱，监管会越来越严，这个不仅证明了他们过去把资产放在海外的决定是非常明智的，也等于说在告诉那些还在犹豫的人，快跑，在天罗地网完全收紧之前，赶紧把钱转出来。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特别讽刺的局面，一个国家想用强硬的手段给自己的养老基金来续命，结果呢，反倒加速了那些最该为这个事儿来负责的权贵资本的出逃。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杨澜澜跟社保新规整个故事最核心的冲突。国家想要解决养老金的问题，但是他用的最主要的工具，更强力的国家执法，却只能够对于国内跑不掉的人最有效，而那些真正的全球化的资本，这些本来应该是这样一场财富再分配主要针对目标的这些人群，他们却能够轻松躲开这样一种执法。这样一种切身的痛，才是让整个社会对于任何关于财富和公平的话题都变得如此敏感的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杨澜澜这个事情，它真正戳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特别深也特别根本的矛盾。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已经可以满世界跑了，他们拿着各种复杂的法律跟金融的工具，几乎可以零成本的在全球找到适合它的这个洼地，哪里的税最低，哪里管得更松，就往哪个地方去钻。我们常说的避税天堂就是这么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国内的劳动者、社会福利，还有绝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却是必须要牢牢的长在地上的，工作没办法轻易换个国家，社保账户被死死的绑在国籍跟工作所在地，交税啊，承担社会责任都是以国家作为单位的。所以这样一种根本上的不对称呢，就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权力跟责任的失衡。那些受益于国内经济腾飞，他们赚到钱的那些人，他们有随时不陪您玩了我撤的这个选项，而国内这些跑不掉的人，除了要面对房价骤降带来的资不抵债，除了要面对经济下行、工作机会减少的这个困境，还要承担社保资金危机的所有的后果。当我们这个社会最富有的人可以利用全球的系统把财富转移出去，逃避他们本来应该承担的税收跟社会责任的时候，那些维护国家运转的负担，比如说养老、医疗、教育，
自然就不可避免的会更多的压到那些没有退出路径的中产呀、工薪阶层跟中小企业的身上。所以在这么一个大背景底下，我们再看看杨楠楠事件跟社保新规这两个事情，就不再是孤立的，也就是我们那种强烈的不公平感的根源。这样一种强烈的对比，真的会让很多人感到心理失衡。我们的愤怒其实不是说我也想要一辆跟杨楠楠一样的劳斯莱斯，我们不是简单的仇富，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质问：凭什么我们这些本来就压力山大的人，在为整个系统硬扛着，而那些本来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最有钱的人，却能够如此轻松的被豁免？一辆定制的蓝色劳斯莱斯可能会比一份红头文件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什么是不公平。一个关于天价保湿金的谣言，它的传播力可能会远远超过对于养老金缺口的理性分析。我觉得杨澜澜事件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大家自发组织的社会公投，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公平的底线到底在哪儿？社会契约的承诺还算数吗？在巨大的社会撕裂面前，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当普通人被告知必须为了集体的未来而勒紧裤腰带的时候，我们当然有权利利用我们能够看到的每一个案例去审视、去追问这个集体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它是不是包括了杨澜澜？它是否又能够真的做到公平呢？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对于杨澜澜事件跟社保新规，您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